你有没有发现，最近走进一家烧肉店，服务员的脚步比以前更快更急，他们的脸上写着疲惫。走进一家便利商店，原本熟悉的排班面孔换了又换，店员几乎每个月都是新人。走进一家工地，戴着安全帽的人影几乎看不到年轻面孔，清一色都是父执辈的大叔，甚至不少已经满头白发。这不是错觉，这是一场海啸。2026年2月，台湾最大的人力银行104丢出一颗震撼弹，线上有效职缺数突破了 112.5 万个，创下历史新高。这是什么概念？你可以想象一下，整个台北市的总人口约250万，现在有将近半个台北市的工作岗位空在那里没人做，企业平均要花 60.3 天才能找到一个人，而主管职更要苦等78天，2个多月的空窗，老板急到跳脚，员工累到想辞职，整条产业链绷成一根即将断裂的弦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不是短期现象，而是一场已经排成好的人口雪崩。国家发展委员会的最新推估告诉我们一个冰冷的事实，从2024年到2040年，短短15年，台湾15到64岁的青壮年人口将从1600万人直接掉到1300万人，减少300万人，相当于整个高雄市加上整个台南市的劳动力凭空蒸发。到了2070年，青壮年人口会再跌掉将近一半，只剩不到700万。这不是科幻小说，这是户籍资料加上统计模型推出来的未来。那些原本应该出生却没出生的孩子，那些原本应该踏入职场却永远不会出现的新鲜人，正在以看不见的方式掏空整个社会的地基。更残酷的是，国发会最新悲观情境推估甚至显示，如果生育率持续下探到 0.695， 台湾人口在2065年前就会跌破1200万人，比现在直接腰斩。于是政府端出了一剂猛药，引进印度移工。消息一出，网络炸锅，公共政策平台的联署72小时内冲破27000人反对，很快突破3万人，成为近年移工议题最快达标的联署案。民众的疑虑堆成一座山，治安、失联、文化差异、薪资压缩。而这一切争议背后，其实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。我们到底在害怕什么？我们真正害怕的，或许不是印度人，而是那个已经挡不住的未来，一个劳动力比黄金还珍贵的未来，一个工人反过来挑雇主的未来，一个资本主义游戏规则被彻底改写的未来。当一个社会的人口曲线开始倒转，所有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都会跟着倒转。让我们回到故事的起点。2020年，台湾正式进入生不如死阶段，期均这一年出生人数还有 16.5 万，但死亡人数首次超越出生。那是人口曲线的世纪交叉点，也是台湾社会命运的一个分水岭。5年过去，到了2025年，台湾全年新生儿人数正在进行10万大关保卫战，一年比一年少，断崖式下坠。原本国发会预估出生数低于10万的时点会落在2054年，结果现在直接提前到2040年，整整快了15年。与此同时，2025年，台湾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，每5个人当中就有1个是65岁以上的长者。从这一刻起，每年流入劳动市场的新血越来越少，而每年从劳动市场退出的老兵越来越多。国发会的铁口直断是2028年台湾的人口红利将正式结束。什么叫人口红利结束？简单说，过去靠人多力量大支撑起来的经济成长模式，这台发动机的汽油加不进去了。而这一天距离我们只剩不到2年。但是真正诡异的是什么？劳动部的统计显示，从2008年到2025年，台湾整体劳动力人口不但没减少，反而从1085万增加到1200万，实际就业人口也从1040万增加到1164万。看起来不是好好的吗？那为什么还这么缺工？答案藏在2个隐形的黑洞里。第一个黑洞叫做外籍移工替补。同一段期间，台湾的外籍移工从 36.5 万人暴增到 86.6 万人，整整多了50万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表面上的劳动力成长有很大一部分是靠引进外国人撑起来的。如果把这批人抽掉，真相会非常残酷。本国劳动力早就在原地踏步，甚至开始退潮。过去10多年，我们一直活在一个
借来的繁荣当中，借的不是钱，而是别人国家的年轻人。第二个黑洞叫做低薪与价值观大翻转。104的数据显示，住宿餐饮业的职缺超过24万个，稳坐第一。半导体电子资讯业约 16.9 万个，位居第二。批发零售约有16万个，排第三。制造业约12万个，建筑营造与不动产业约 9.4 万个。你看出规律了吗？前面几名清一色是劳动条件辛苦、薪资偏低、上下班时间不稳定的行业。年轻人不是懒，年轻人是会算数。当1个月3万2的超商大夜班和1个月5万的科技业行政助理摆在面前，你要选哪个？当一个日薪2000的营造学徒和一个月薪4万做办公室吹冷气的工作摆在面前，你又要选哪个？于是我们看到一个荒谬的画面，台积电征才人山人海，履历雪片般飞去。另一边，夜市摊贩挂着真人红布条，挂了半年还是乏人问津。一边是人挤人，一边是人迹罕至。缺工不是没有人，缺工是没人愿意做那种工作。主计总处的调查点得很赤裸，失业者遇到工作机会而没就业的原因，超过 62% 都是待遇不符期望，其次才是工作地点不理想和工作环境不良。这是一场价值观的地震，震央就在年轻世代的心里。他们看过父母那一辈为了5斗米折腰，被工作吞噬人生的样子，他们不要重蹈覆辙。那么引进印度移工真的能解决问题吗？政府的如意算盘是这样打的，台湾与印度的劳务合作备忘录早在2024年2月就已签署，当时低调通过立法院联席审查，蓝绿两党几乎全员支持，蓝委甚至要求加速直聘，简化流程，绿委也要劳动部建置选工资讯系统，方便雇主快速申请。当初大家都认为应该要引进，差别只是在于怎么引进，多快引进，但沉睡了整整2年。到了2026年4月9日，劳动部长洪申翰在立法院轻轻松口一句，首批1000名印度移工最快今年底引进，整个社会突然醒了，然后炸了。当年举手支持的立委，现在忙着发声明要收回成命；当初推动政策的官员，现在忙着说要审慎评估。政治人物跑得比谁都快，民意风向一变，昨天的承诺今天就可以当没说过。这是台湾政治最真实也最令人心寒的素颜。那个传说中的10万印度移工从哪里来？劳动部多次澄清这是假讯息，实际首批只有1000人，约 5% 才直接聘雇，并不会一次引进10万。但10万这个数字之所以会在民间传开，是因为有它的逻辑基础。当台湾未来每年需要额外补充的劳动力缺口动辄以万计，当制造业、营造业、长照服务业的缺口加总起来高达数十万，当日本、韩国都在发动抢夺移工大作战时，10万其实不是一个夸张的数字，而是一个迟早要面对的数字。国发会早就推估，到2030年，台湾必须额外增加40到48万名外籍劳动力，才能撑住现有的经济规模。这个数字只会往上，不会往下。反对的理由并不是无的放矢，台湾目前已有近 9.4 万名失联移工，占整体移工将近1成。这个数字让人不寒而栗。它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现行的管理制度已经有接近 10% 的漏洞。这些失联移工制成独立社群，分工明确，非法打黑工，地下换汇，甚至有计程车接送网络。这已经不是零星个案，而是一个横行各地的影子经济。当旧的源头国都管不好，又要再开一个新源头，民众心里的警铃自然大作。而国民党立委王宏威的质问也直接切中要害。这样庞大的黑数之下，劳动部的信用早就破产，民众如何放心？但是支持引进的理由同样沉重，沉重到让人说不出话。就在不久前，台南曾发生一起让全台揪心的悲剧。一位老翁因长照压力崩溃，亲手将失智的妻子溺毙后自尽。这不是第一次发生，也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。医师沈正南直接点破，如果家里有一位外籍看护在场，这样的事或许根本不会发生。缺工问题从来就不只是工厂的事，不只是工地的事，不只是餐厅的事，它是每一个有长者需要照顾的家庭正在面对的沉默地狱。
当我们说反对引进移工时，我们有没有看见那些独自照顾失智父母、压到快崩溃的中年子女？有没有看见那些在深夜无声啜泣、不知道明天撑不撑得下去的配偶？这是一道没有完美答案的两难题。每个反对的人有他的道理，每个支持的人也有他的痛苦。让我们把视野拉得再高一点。台湾的这场缺工海啸，其实是全球老化浪潮的一角冰山。日本早在2005年就进入超高龄社会，现在便利商店的收银员、加油站的员工，甚至计程车司机，有一半以上是银发族。东京街头，你看到一位80岁的阿嬷在寿司店送餐，不是感人剧场，是日本的日常。日本政府被迫放宽移工法规，从越南、缅甸、印尼大量引进人力，甚至开始接受中阶技术的外国工人拿长期签证。韩国也在2025年加入超高龄社会行列，为了抢人，祭出比台湾更优惠的移工薪资，直接在越南河内设立官方招聘点，用红地毯迎接外籍工人。新加坡虽然人口红利还能撑到2041年，但早已未雨绸缪，建立起亚洲最精密的外籍人才分级制度，从顶尖白领到底层蓝领，有一整套分流机制。德国在2007年就迈入超高龄社会，但它靠接收中东与东欧移民撑过劳动力断层，代价是付出沉重的社会融合成本，至今还在阵痛。在这场全球抢人大战里，台湾启动得晚，又吵得凶，未来的竞争力令人担忧。当别人用红地毯迎接，我们还在吵要不要开门。移工会用脚投票，他们不会等我们。但是如果我们把镜头再拉得更远一点，会看到一个让人震撼的景象：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正在被大缺工这只看不见的手彻底改写。过去200年，资本主义有一条铁律：资本是稀缺的，劳动力是充沛的，所以资本家高高在上，工人低头排队等工作。工厂老板可以任意挑选，随时开除，因为外面永远有人排队想进来。马克思写《资本论》的时代，伦敦街头失业，工人满坑满谷，他们挤破头只为了一份三餐不继的工作。但是当劳动力变得比资本更稀缺时，这条铁律会怎么样？会反过来，工人开始挑雇主，工人开始要求更高的薪水、更弹性的时间、更有尊严的工作环境。老板不再是上帝，老板要开始追着员工跑。这不是空想，这是正在发生的事。美国在疫情之后出现大辞职潮，无数员工集体辞职，逼得企业大幅加薪、改善福利。光2021年就有超过4700万人离开工作岗位。欧洲开始流行4天工作制，德国、西班牙、英国纷纷试办，结果发现产能不减反增，员工满意度爆表。台湾呢？我们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现象，年轻人宁愿接短期打工，宁愿跳槽频繁，宁愿选择薪水少一点但压力小一点的工作，也不愿意进入传统的血汗行业。104的数据显示，企业平均招募天数从2022年的 47.7 天被拉长到2024年的 60.3 天，2年多了将近2个礼拜。这背后的意义是，议价权正在悄悄从老板手上转移到劳工手上。你可能没发现，但它已经发生了。当劳动力变成稀缺资源，它就变成某种接近神圣的存在。你想找一个水电工来家里修水管，对不起，要排队2周。你想找一个搬家工人，对不起，暑假旺季至少提前1个月预约。你想找一个月嫂照顾新生儿，对不起，好的月嫂要提前半年抢定，而且日薪破5000起跳。以前这些工作被看作低端、蓝领、没学问，现在呢？现在他们是稀缺保障。一个厉害的水电师傅，年收入可以破150万；一个资深的营造工地领班，日薪上看1万元。独立特派员报道过一个案例，有经验的本国营造劳工，日薪要开到接近1万元才抢得到人，否则根本无法和科技业竞争。这不是未来，这是现在进行式。资本主义的另一条铁律也正在摇摇欲坠。科技进步会取代劳工，让失业率上升。但是在大缺工时代，事实可能正好相反。科技进步不是在取代劳工，而是在拯救雇主。机器人、自动化、AI 客服，这些东西过去被当作威胁，
现在被当作救命稻草。餐厅装了自助点餐机，不是因为要砍掉服务员，而是因为根本找不到服务员。工厂买了自动化产线，不是为了节省人力成本，而是为了弥补找不到的人力缺口。AI 客服大量崛起，不是因为它比人类聪明，而是因为人类根本不够用。前几年我们还在讨论 AI 会让多少人失业，现在的现实是 AI 再快也追不上人口流失的速度。但是科技取代得了所有工作吗？不行，有一大类工作是任何 AI、任何机器人在可见的未来都无法取代的，那就是贴身照护、长照、看护、保姆、居家服务、物理治疗、心理陪伴。这些工作需要体温，需要眼神交流，需要人类细腻的情感理解。你能想象机器人帮失智阿嬷擦澡吗？你能想象 AI 陪癌末病人握着手度过最后一夜吗？这些工作机器不行，但是人不够。于是我们看到一个诡异的未来图像，科技越来越发达，而某些最古老、最原始的人类劳动反而越来越贵，越来越抢手。历史像开了一个大玩笑，绕了200年又回到原点。人的价值不在于取代机器，而在于做机器做不了的事。更深一层去想，大缺工正在重新定义什么是好工作。过去我们以为好工作就是坐办公室、打电脑、白领、西装革履。现在呢，一个能做车床、能焊接、能看水电图的技术工，比很多文书职更吃香。一个有证照的照服员，比很多行政助理更有议价能力。一个懂得修机车、修冷气、修水管的师傅，是整个社区抢着要预约的宝。这是一场静默的阶级重排。过去被社会视为读书读不好才去做的技职生，现在成为各大厂牌抢着挖角的人才。台湾区综合营造业同业工会理事长陈煌明就点出，过去教育制度有工专、职校，而职校废除后，中间阶层技术人员的培训就断了链，这是今天大缺工的一大结构性原因。同时，大缺工也在改写什么是成功人生。过去的剧本是考好高中、进好大学、找好工作、买房结婚、生子退休。但是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另一条路，不婚不育，不买房，打零工，过自己喜欢的生活。他们不是躺平，他们是看清楚了，他们在劳动力变得珍贵的时代，他们拥有前所未有的选择权。他们可以挑战雇主，可以随时辞职，可以环游世界，可以斜杠人生。这种自由是他们的父母那一辈做梦也不敢想的。年轻世代正在用自己的人生重新谈判劳雇关系的底线，但是这条路是无代价的吗？不是。当越来越多人选择不生孩子作为对抗高房价、高工时的武器，这个社会就失去了未来的劳动力补给。少子化本身就是大缺工的根源。我们在自己的选择里亲手点燃了自己的隐性，这是一个无解的循环。因为工作辛苦，薪水太低，生活太累，所以不生。不生导致未来更缺工，缺工导致每个人更辛苦，更辛苦就更不想生。每一代人都在为下一代埋下更深的陷阱，而下一代人没办法选择不出生，他们只能选择不生下一代。政府想出来的解方目前有3条路。第一条就是引进移工，这条路争议最大，但速度最快。第二条，延后退休，鼓励中高龄2度就业。2022年有人力银行调查，45到64岁的中高龄有将近 30% 想回职场，代表有 72.5 万中高龄人力有意愿重返。这批人是目前政府最大的希望。劳动部也从2026年元旦起推出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，开放旅宿服务、商港货物、装卸等领域聘雇技术性外籍人力。第3条就是判生育率，发补助、建公托、推育婴假。但是国际经验告诉我们，发钱能稍微止血，却救不了根本。韩国撒了天文数字的补贴，生育率还是跌破 0.7， 成为全球最低。匈牙利甚至推出生4个免一辈子所得税的重磅政策，结果生育率也只是小幅反弹，很快又回落。在3条路之外，还有一条看不见的路，叫做接受现实，重新设计社会。什么意思？
接受台湾人口会变少，接受某些产业会萎缩甚至消失，接受某些小镇会从地图上淡出，接受某些传统职业会永远失传，然后在这个收缩的框架里重新设计我们的城市、我们的教育、我们的产业、我们的生活方式。日本的某些乡镇已经走上这条路，他们不再挣扎留住年轻人，而是主动缩小，把人口集中到核心区，让偏远区自然还给自然。有些村子甚至把废弃的学校改建成老人共生社区，把过剩的田地变成野生动物保护区。这是一种痛苦的美学，但是可能是最诚实的选择。好了，回到一开始的问题，大缺工到底是末日还是新生？我的看法是，它两者都是。对于老一辈的资本家，对于依赖廉价劳力的传统产业，对于以为可以无限压榨员工的老板来说，这是末日。他们必须面对一个他们从来不熟悉的世界，信着一个工人说不的世界。但是对于劳工，对于年轻人，对于那些过去被压得喘不过气的基层工作者来说，这是一场迟来的、静默的但深刻的翻身。劳工将变成上帝，这句话听起来夸张，但它描述的是一种正在凝结的社会力量。当你稀缺，你就有价值；当你有价值，你就有尊严；当你有尊严，整个资本主义就必须对你弯腰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场翻身有一个前提，那就是可能我们这个社会还撑得住。如果少子化持续失速，如果移工管理失控，如果产业来不及转型，如果 AI 没有跟上节奏，那么上帝还没来得及加冕，整个王国就已经崩塌。那时候没有赢家，只有一群困在废墟里的幸存者，面面相觑。劳保基金预估2031年可能出现赤字破产，国民年金同样面临收支失衡，健保在超高龄社会下恐怕要调涨保费或缩减给付。这些数字不是遥远的警告，是已经排进行事历的未来。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问题，如果未来15年台湾真的少了300万个工作人口，那些消失的劳动力会被什么填补？是印度移工？是 AI？ 是机器人？是延后退休的长辈？还是我们每个人都会被迫变成一人多工，同时扮演10个角色的超人？如果答案是最后那个，那么我们所谓的上帝到底是被加冕的劳工，还是被压榨到极限的凡人呢？当一个社会连好好当一个人都变成奢侈，那我们赢得再多的议价权又有什么意义？这场变革才刚开始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故事的主角，也是故事的变数。在这场大缺工的巨浪之下，哪些产业最可能崛起？哪些技能会成为未来20年的抢手货？以及如果你今天20岁、30岁、40岁、50岁，你该怎么重新设计自己的人生脚本，才能在这场世纪大变局中站上属于自己的那块浮木？